我是赶方案赶到猝死的上市公司高级牛马，你是斗躯壳摔死的侯府纨绔，咱俩成了这对穷的响叮当的父女俩。那现在咋办？我就只会斗蛐蛐啊！你去读书。怎么回事？你个废物，居然躲在鸡舍偷懒！周青，你这天涯父的，周青！吵什么吵？再吵扣你们进校！老娘熬了一个大夜才做完新季度的 OKR， 放过我这个牛马吧！这在什么鬼地方？哎呦，闺女，我不是在公司里加班吗？快，救救我！你来，快走，快，这儿。一对懒骨头，磨磨蹭蹭的，赶紧滚去干活，不然今天别想吃饭。知道了。哼，干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，丧门星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我这是穿越了，早死的娘，偏心的爷奶，吸血的大伯，还有个软蛋的爹。等等，爹，你不是周华山，你也不是周青。简单说，你是斗躯壳摔死的侯府纨绔，我是赶方案赶到猝死的上市公司高级牛马。销售经理，现在咱俩成了这对穷的响叮当的父女俩。是。哎，那现在咋办？我就只会斗蛐蛐啊！士农工商，古代商人地位最低，就算我想经商赚钱，没靠山也行不通。但眼前这纨绔，好歹是侯府出身，读过书识过字，要是能逼他考科举，你去读书，参加科举，考取功名。读书考科举？你疯了吧！我要是会读书，我还至于是个纨绔吗？行，不读书。哎，那你就等着被人发现，当成妖怪烧死吧。毕竟原本的周淮山，夏天种地一把好手，你也没那么严重吧？我不考科举，哼，考都不考，考的就是科举，考的就是科举。啥？爷，哎，你听着吗？我爹要读书考取功名，以后我们二房就靠我爹出人头地了。淮山大字不是一个，还想考秀才？你们父女俩怕不是饿昏了，闷话都敢说。就是，大伯此言差矣。我爹虽然常年在田里干活，但一直有颗向学的心，经常在田埂拿着树杈立字呢。家里哪还有多余的钱供他读书？家里没钱，却能供大伯考童生，供我堂哥周远在镇上的书院念书。我爹也是您的儿子，您这未免也太偏心了吧！哼，死丫头，还敢犟嘴！你一个蠢货爹，能跟远哥比？远哥可是周家的希望。就是。还是算了吧。算了。你是想下地干活呢，还是被人发现身份当成妖怪，活活伤死？我要读书。哼，放啊！今天看我不打死你个不识相的！你要揍他！揍他！揍他！往死里打！我爹读书的钱我自己挣，不花周家一分，但以后周家的活，我爹是一点也不会干了。你这逆子！记得原主在坟边藏了些私房钱。朱达，真挖吗？别废话，挖。挖坟会不会遭报应啊？要么你挖钱买笔墨，要么明天你回去下地干活。
你在这挖着啊。你别走啊！唉，别人穿越不是甜宠就是团宠，不是系统就是福宝，偏偏我这个倒霉蛋，启动资金还得从坟里挖，说出去也太丢穿越者的脸了。哇！怎么？死人了！古代有马的，基本非富即贵。姐的启动资金这不就来了？闺女，这发死人的财缺德啊！咱再穷也不能干这个。你一个纨绔还怕缺德啊？等会儿你把它扔坑里，直接埋了。毕竟坑都挖了，别浪费。闺女，藏这么深，不至于吧？啊！这是啊！你姑娘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这般在男子身上乱摸，与耍流氓何异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只是帮你检查伤口，纯人道主义关怀。觉悟大年，既然你已经醒了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站住！公子，你有话好好说，当下无言，伤到我就不好了。天上的狗男人，拿把破剑吓我！早知道穿越是这地狱开局，我自建高低也得逼公司给我买个穿越意外险呢。姑娘，我并非要为难你，我途经此地遇袭，腿伤严重，实在无法自行上马，只求姑娘能扶我一程。这点碎银，全当酬劳。这不太好吧？男女授受不亲，这传出去多影响我的名声啊！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姑娘行侠仗义，旁人只会夸赞，何来影响名声之说？你说的对，我这个人最是心软，乐于助人就是我的座右铭，路见不平拔刀，扶人就是我的本能。这姑娘虽见钱眼开，却胆识过人，倒是比那些惺惺作态的贵女有趣多。姑娘，你手的位置可否往下移移，免得旁人看了误会。姑娘，多谢。狗男人，上回胁我，这令牌就当是给我的精神补偿了。吓死我了！哎，这人呢？还装？刚刚诈尸太吓人了，我是真刚醒啊！你还有脸说？刚刚他拿剑指着我的时候，你都不起来帮我，合着我穿越过来不是来当女主的，是给你当挡箭牌和免费保姆的。我被吓到了吗？贪生怕死也就算了，演技还烂得一批，智商更是感人到落泪。把考功名这事儿寄托在这个憨货身上，真的能行？明天你跟我去县里书局买些笔墨纸砚，再接点抄书的活挣钱。不干！
你见过哪家纨绔干抄书这种粗活啊？我是你爹，你得养我。有苦你不吃，没福你倒是硬想。等我找到了挣钱的法子，看我不把你这活爹换！锅里堆的什么呀？叫花鸡。嘿嘿嘿，我就知道今天晚上你没吃饱，我特意去烤了一只鸡，尝尝什么味道。我你连鸡都没杀，直接裹泥烤了？我明明敲了它一下，它不动了，我以为它死了呢。我的鸡，我的鸡呀，鸡呀！连鸡的死活都分不清，果然是只会吃喝玩乐的废物纨绔。想把它改造成能考科举的样子，任重道远呢。掌柜的，我们是来应聘抄书的活的，想让我爹试试。这位姑娘，我们书局挑人向来严格。不过我们也不是只看你的出身，我们还是要收字好的。不如让令尊先写几个字来看看。好，爹，写几个字给掌柜的看看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我干不了抄书的活。你说干不了就回去种地。请吧。来，写几个字。写着写。哎，我想吃鸡，怎么样？够热溜吧？猪坏事！你要是我儿子，我一巴掌呼死你！我想吃鸡怎么了？昨晚那只没烤熟的，我还没解馋呢。吃，满脑子都是吃啊你！少废话，写。我拿着，你在这写：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源在卧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闺女，你还会作诗啊？我以为你只知道钱呢。竞争这么大，不做点屁怎么行？写，你今天要是拿不下这抄书的活，明天你就回去下地干活。写。咬定什么来着？大人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是姑娘她爹写的字好看，还是那姑娘好看？那当然是。胡说什么呢？一会儿你直接应下他们抄书一试，然后再多送他们一些笔墨纸砚。大人，您总算是开窍了。伯父天天来信催您关心亲事的事，京城第一美人您都瞧不上，这姑娘有何过人之处？您对她如此的关心啊？她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总不能说昨日她扶我上马时手滑拖错了地方，稳稳拖住了我的二弟。救命恩人好啊，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啊！行，属下这就去准备。以身相许。怎么样？不愧是豪富养出的纨绔，虽然一无是处，好歹这字儿还能唬唬人。掌柜的，您看看，这是我爹写的诗，质量绝对抗大，放在您新出的诗册里，销量保准起飞。这诗您拿去，想署谁的名都可以，版权归您。好，好字，好诗啊！这气魄，这风骨，令尊的才学没看出来呀。哪里？这样，10两银子，这诗
我们书局收了。卖版权果然有钱呢。掌柜的，那我爹抄书的事儿，能不能再通融通融？他写字速度快，质量高，放在抄书界那是绝对的卷王啊，性价比拉满。令尊的字当然没问题。这笔墨纸砚赠送给姑娘。免费送给我们？当然。是你？是你？他不会认出我了吧？可昨日坟地，我明明戴着面具。从刚才起，这个人就鬼鬼祟祟，躲在这里一直偷看，还跟掌柜的使眼色。他想干什么？姑娘，咱们是第一次见面，你可能是认错人了。在下沈丽，是这书局的老板。什么书局老板？分明是送上我们的财神爷，有他关照，以后我爹抄书的活可就稳了。沈老板，我看你与掌柜的眼神交流，那笔墨纸砚也是你特意吩咐掌柜的送给我们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你俩妇女是来书局应聘抄书，也是帮书局的忙嘛。这点笔墨纸砚算不了什么，就当是见面礼了。沈老板真是太客气了，您的这份心意，我们父女俩就收下了。我爹之后抄书肯定尽心。闺女，这送的墨也不咋地，这墨也就中等品相，跟我在横幅不是比我平常用的差远了。还有这笔锋还行，但是这笔杆材质一般。闭嘴吧你！免费的你还在这里挑三拣四。那他这必须得。财神爷，绝对是财神爷！到底往哪个方向拜，才能次次遇到这种人傻钱多的财神爷啊？大人，京城来信了，让我们尽快筹备杀手营，开启训练。拿我单引令。我的令牌呢？啊！准备50两纹银，作为拜师礼。我要去拜周怀山先生为师。这本抄一遍背一遍，这本抄一遍背2遍，这个抄1遍背3遍。这个死丫头片子，难不成真让她和周怀山求来抄书的活了？不可能啊！周怀山那个废物没那个本事，肯定是那个死丫头用了什么肮脏的手段。这抄书什么的，我跟你说吧，我就不是那块料。这廉耻的贱丫头，我今天非要打死你，给周家清理门户！哎呦！这死丫头！你没事吧？有清，别装！不知廉耻，勾搭书局老板，为周怀山谋活的事情已经都传遍了。族长，这种伤风败俗的败类就应该立刻赶出周家，以正加风。你胡说八道！这抄书的活是我凭实力拿到的，我清清白白，才没干那种龌龊事的。就你还凭实力？那可是清河县最大的书局，我这堂堂童生求都求不来的活，凭什么给你一个废物？肯定是周青干了什么不要脸的事情，才换来的机会。就是，族长，你绝对不能姑息啊！一定要把这个不要脸的女人赶出去，不能玷污了我们的门楣。族长，族长，周青做出这等丑事，我方家绝对不会认这宗亲事，我要跟他退婚。说完了，轮到我说了吧。你
大伯母，你满嘴污秽，一肚子男盗女娼，自己心思脏，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，敢我出马，你也配！大伯，求不来活是你没本事，自己技不如人就敢造谣污蔑，窝囊废一个，还敢自称儒生！还有你，我的好未婚夫，我还是头一次见有人上赶着主动给自己戴绿帽子，你算是独一份儿啊！你敢打我？打你就打你，怎么还要挑时间啊？组长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这个丑青不仅干了伤风败俗的肮脏事，还公然殴打长辈，忤逆未婚夫，简直目无王法，目无足归呀！好了，都给我闭嘴！你们闹够了没有？你们那丫头是不是被污蔑？可她名声是毁了呀，远根还要科考，不能被她影响了呀！不行，得分家。必须把这个死丫头和那个窝囊废给分出去。好。哼，青丫头，你不是要让你爹读书吗？可以啊，现在就分家，你们老二家单独过，想怎么读就怎么读，没人拦着你。可我现在又不想分家了，怎么办？奶，您偏心了这么多年，那家里银子全拿给大伯和堂哥读书用了，那现在分家，我跟我爹不就成了替人做家业的冤大头了？这亏我可不吃。你想如何？给钱，无论是分家还是退婚，都对我的名声和心理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给我5两银子，作为精神损失费。周青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明明是你自己不检点，我退婚，凭什么给你费用？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那行，就不退婚了。家也不分了，反正这名声嘛，我也不在乎，清者自清。至于我的好大伯，还有我那堂哥考科举会不会受到影响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不一定喽。娘，只大家一起丢人，谁也别想好过。给，我给。远根要考功名，绝不能让这个丧门星毁了他的前程。不就5两银子吗？就当是喂狗了，赶紧跟他们断绝关系，永不来往。姑姑，这太憋屈了吧？5两银子凭什么给他呀？给他呀！你傻呀！你不退婚，你还真缺这个泼妇啊！到时候村里人戳着你脊梁骨骂你，说你找到了一个靠身子换活的女人，以后在村子里怎么抬头？给呀！我就知道，我的好奶奶还有我的好未婚夫，真讲究，识时务。口说无凭，组长，赶紧写分家文书，现在就签字画押。从此，我老周家和这个贱丫头没有半点关系，生死不相干。对，来，组长，还有退婚书。对，别忘了，村长。周青，银子你拿了，你得说话算话，以后不许在任何人面前提起我们的婚事，太丢人了。婚口费，那可是另外的价钱，掉钱眼里了。这是封口费，以后一个字都不准提，否则我饶不了你。放心，客户的要求我一定满足。沙哥，以后还有退婚的活，记得找我。你，给你8折。王强、阿姨，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孙氏，该你了。以后二房和周氏没有任何关系，以后各自生活，毫无牵扯。
终于把这2个丧门星送走了，往后我周家彻底清静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羊和狗也分一下吧。爹，你去牵狗，我拿羊，咱们过好日子去了。走了。好嘞。哎呦，拿了钱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你没事吧？光天化日，竟敢聚众伤人！你是谁？这是我周家自己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在下沈立，清河县书局老板，今日特来拜访周怀山先生，没想到却遇上这等阿杂事。晚辈沈立对前辈的诗情书法仰慕不已，特来拜师学艺。这50两乃是拜师礼，万望先生不弃。你要拜这个废物为师？50两，完了，这刚分家，50两就丢了。拜师我就是一盘布，我操！你傻呀 ，Crush！ 这财神爷送上门，哪有往外推的道理？沈老板真是好眼光啊，能透过我爹这质朴的外表，看到他藏在骨子里的才华。沈老板，您怕不是搞错了吧？我才是童生，论学识，论资历，就算您要拜师，也应该拜我才对呀。不会错，前辈的字磅礴风骨，晚辈只求前辈多指点一二，还请师傅收下徒儿。什么前辈后辈的，这分明是前辈才对。沈老板，你的这份诚心已经打败了全国99%的学子。我爹他嘴笨，我就替他答应了。以后你就是我爹的徒弟，我爹就是你的师傅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今天沈老板当着大家的面要认我爹做师傅，那就证明我爹是靠自己的实力拿下抄书这活。就是可惜了，这50两银子啊，你们1分都没有。哎呀！姑娘，你咋就稀里糊涂答应他拜师了呢？人家是慕名而来，你好意思拒绝吗？闺女，你该不会拒绝不了50两银子吧？你看呐，又是书局赠笔纸墨，又是上门拜师，这也太殷勤了，谁知道安的什么心呐？管他安的什么心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可是冲着你拜的师。你那水平别给我露馅了，今年你必须给我考上童生，不然他找我退钱咋办？我这是，你就不怕他对你图谋不轨吗？你一个女孩家跟一个陌生男人走这么近，爹啊，能不能盼着我好？这种人傻钱多的财神爷，平时求都求不来。他要是合法合规的缠上我还帮和呢。他会把令牌藏在哪儿呢？沈丽是吧？拜师的事儿先这么定了，这也不早了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师傅，从县城来回太耗时间了，我怕耽误学习，所以打算住在这里。什么？住这里啊？哎呦，不行，你看我们家就这2间房子也不好住啊。我可以住柴房，另外我再额外出20两当伙食费。这不是钱。行，我爹他读书读的糊涂了，脑子不好使。沈老板，我带你看看我们家。我们家虽然小，但是收拾的干净，保准你住的舒坦。姑娘，他拉我手了，拉我手，拉我。
大人，昨日教的锁喉术，明日再练不熟，就去后山喂狼。是。大人，镇国府那边确实是棘手。镇国公贩卖军需案查到什么了？对方手脚干净的过分，我们查了3个月，军需库的账册核对了3遍，可是账面上的这些损耗和粮草没变，记录的天衣无缝，半点破绽都没有。那老狐狸想必早有防备，连经手的人都换了3批。早有预料，陛下让我在此秘密训练暗影，定是早就对他起了疑心。继续查，重点关注镇国公府的幕僚周望。此人乃是转运军需的关键，总会有露出马脚的时候。还有，切记不要在周家妇女面前暴露我的身份。是，大人。只是暗影令，我会尽快拿回。大晚上去哪儿了？青姑娘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你大晚上的不睡觉，鬼鬼祟祟的干嘛呢？我就是睡不着，随意逛逛。随意逛逛？听我爹说你已经过了乡试，为什么不继续读书了？一个学霸来拜我爹这个学山为师，怎么看怎么有鬼。果然是之前被金钱蒙蔽了双眼，竟然忽略了这个。唉，家里出了一些问题，不能继续读书科考，只能回家继承祖业了。这就是不好好读书就要回家继承万贯家财的古代版。这些万恶的有钱人，这些跟你拼了！青姑娘，时间不早了，在下准备回去休息了。是我的暗影令。刘爸，不是秦姑娘，不是，我只看到你说暗影令是机密，不能暴露。我是，他竟然把我的令牌贴身放在胸口，他竟是如此的珍视我。喂，哎，哎呦，嘿嘿嘿嘿。抄写并全文背诵，不许偷懒。闺女儿，你这老腰昨天劈柴的时候闪着了，我现在波比的劲儿都没了，要不就歇一下？装，继续装。昨天劈柴的是沈丽，你全程蹲在旁边嗑瓜子儿，还说柴劈的不够细。你哪来的腰疼？不行了，我肚子疼，哎，我得去茅房，半个时辰前刚去过，现在又去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上次你躲茅房里睡了半个时辰，今天你已经找了喝水、喂鸡、看蚂蚁搬家3个借口，你要再找第4个借口，抄2遍。我抄，抄。沈丽今年都过了乡试了，你要考不上童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好好写，我去县里打听书院上学的事。不许偷懒，回来检查。行。青姑娘，青姑娘，
我昨日并非有意要看你胸口。你要是不会说话，你这嘴就捐了吧。你帮我盯着点我爹，别让他偷懒啊！我去县里一趟。我陪你。哎，陪什么陪？你拜师学艺，得跟师傅一块儿学习。哎，你去啊！哎，好徒儿，来，坐。先坐，坐。哎，好徒儿，哎，你先替师傅好好抄着，我出去逛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我坐下，学习就要学习这样，好好唱啊。哒哒哒哒。统领，查到周王的行踪了，他带人来了杏花镇。郑国公手握兵权，一直想逼皇上提前退位，辅佐他的外甥二皇子邓启。皇上特意命我再次训练爱妃，就是为了牵制郑国公。可周王作为他的心腹，怎么会恰巧出现在这儿？外面这雪怎么越下越大了？山路太难走了，只能先在这破苗里躲一躲了。强哥，这雪天路滑风又大，今儿怕是回不去。急什么？进酒里躲一躲。走。哦，这不是周青吗？真他娘的巧，刚跟哥几个说要找你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。上次退婚，你坑我的那7两银子，这账我正要找你算呢。强哥，今天这想要的骗子总算栽了。今天晚上必须好好教训他。王强，你想干什么？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我把官府查下来。官府？我呸！在这儿，我说的话就是规矩。你一个姑娘家，喊破喉咙也没人听得到，更没有人来救你。别跑我回去！爹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这不是看你去县城迟迟未归，担心你有危险，我就跟着过来。不是让你在家好好读书吗？你又给我偷懒啊！哎，这时候还管什么偷不偷懒？离乡试就剩几天了，你那么多书你看完了没有？我在家背了。哎，你们两个给我死呀！我弄死你！啊！别跑！走！哟，小王八蛋，别走！老子跟你们拼了！哎，快看他的腿！哎呦，这周怀善，你这个废物，一把年纪了还想跟我们争拳脚？我去你！快跑啊！爹哥，我这边找人来救你！你还敢跑？我去你的！跑啊，接着跑啊！上次退婚的时候打我的巴掌，欠我的银两，今天哥哥加倍付我还。不把你办服帖了，我王子斗姐！放开我回去！你冲我来！有本事冲我来！放开他！让哥哥好好疼爱你。周青，你敢捅我？强哥！杀鸡无数，捅人还是第一次。你。闺女，厉害啊！无他，我手熟，多捅2刀就会了。疼不疼啊，哥哥？疼。刚刚不是还挺痛的吗？扎在哥哥肉上，痛在妹妹心里。还还想扮姑娘呀？做你的春秋大梦！
强哥，强哥，来啊！误会，对，都是王强雇我们的，我们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姑娘，你大人大量，就放过我们吧。对，我们只是跑腿的，不是主谋，真不是的。爹，把他们绑起来。好，等，我自己来，老实啊。闺女，你怎么有刀啊？你孩子出门在外要保护好自己，带把刀不成很正常。这不就遇到他们了？幸亏你带刀了，要不然咱俩今天就麻烦了。什么声音？我就知道你在这里，史力。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？当然。上！把他带下去，严加审问。哎，爹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？今天风好大，没听到什么呀？我怎么听着像刀剑碰撞的声音？哦，这小心点啊！站住！怎么偏偏在刚杀完人后撞见他们？他不会怀疑我的身份吧？会不会觉得我在骗他？沈丽，你懂什么？徒弟，哎，真是你啊！我不是让你给我在家抄书吗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月黑风高，杀过人的朋友都知道，这种天气最适合毁尸灭迹。而你黑衣沾土，剑上带血，说刚才外面刀剑声是不是你在杀人？不是啊，我就是看你们太久没有回来，怕你们有危险，所以就出来找了。出来找我？那你剑上为什么有血啊？因为我想着这么晚了，你们肯定没吃饭，所以就顺便在山上捉了只野鸡，打算烤了给你当夜宵。哎，好徒儿，没白收你。哎呀，我真饿了，还想着给我们带好吃的，真够意思。鸡呢？哎，对啊，跑了。跑了？不是，你怎么能让他跑了？你为什么不追他？沈丽，要是被我发现你在说谎，后果你知道的。别去，外面雪大，有危险！啊！真的有鸡啊！爹，真的有鸡！可不是嘛，好不容易抓的，没想到扑腾着跑这儿来了，倒省得再找了。沈老板运气倒是好，这荒郊野岭能让你带着现成的猎物。对啊，你看身上还被我划了一个。暂且信你。写停了，爹，我们回家。好。等等，青姑娘，这3个
放在这儿，恐生后患。先把他们身上的钱搜刮干净，剩下的让他们自生自灭。如此熟悉的手法，爹，这我熟啊！闺女，足足10几两啊！哇，这都是笔意外收获啊！我先装着，走，回家。回家吃鸡。青姑娘，你身上的衣服都被血给浸湿了，小心着凉。我等会儿烧点热水，你泡个澡，暖暖身子。不是献殷勤。我明天带你去县里书院报名，晚上别睡觉了，好好复习。闺女儿，这么不要命的血，我怕我过劳死啊！师傅别慌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这是近5年童生考试的真题，还有我准备的高频考点和答题技巧。您看看。哎呦！哎呦！我的天，这么长，什么玩意儿？我了个兜，这不是古代版5年高考3年模拟吗？合着不管搁哪个朝代，学霸都这么学的。哎呀，爱谁背谁背，反正不背。行啊，那晚上炖的那野鸡鸡汤你也别喝了。啊，谁说我不背的？学习是我快乐，背题是我充实。我这就回屋，我必须给他们背下来，否则我绝不睡觉。我爱学习，我还要背题，我要喝鸡汤。这父女俩的相处模式，倒比京城那些虚伪的应酬有趣多了。哎呀，不行！哎呀，潜入女子闺房，实非君子所为啊！况且她还在洗澡，若是传出去，坏了她名声怎么办？暗影令又是调动暗影卫的唯一屏障，要是落在别人手里，任务不仅要黄，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。就看一眼，拿到令牌，立马就跑，绝不惊动他。满天纷飞人民币落在我的钱包里，数数有意义，不要再伤痕收起。闺女，你怎么了？我在隔壁听到你尖叫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刚刚摔了一跤。那你小心点，别着凉了。我先回去了啊。啊！沈离，你给我解释清楚。沈丽，装死呢？喂，沈丽！摔进浴桶就算，还被他按在水里呛了2口，太丢人了。无论他怎么折腾，我死都不睁眼。这种时候应该怎么急救来着？人工呼吸？我也太倒霉了。别睁眼，忍住。沈离，你给我说清楚啊！大半夜的闯进我闺房，偷窥我洗澡，还跌进我的浴桶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刚才亲我了，他亲我了，他是不是喜欢我？不然明日就让周叔来提亲。
以后我们的孩子叫什么好？我那是急救，我救人，谁要请你了？青姑娘，要不咱们穿件衣服再谈谈？难不成他是为了这个令牌？先试探一下。都说饺子要吃烫烫的，男人就要壮壮的，没想到他看着这么瘦，身材却还不错。青姑娘，青姑娘，你大半夜的来我房间，就是为了这块令牌吧？不是，我是新月姑娘已久，想求娶姑娘。想娶我？姐是你垫着脚够，都够不着的女人，别做你春秋大梦啊！完犊子，周怀山的活爹还真猜对了，还真是冲我来的。可在下对姑娘是一片真心。真心？宝贝儿，姐要的是999足金，不是你张口就来的真心。足金，请青姑娘放心，在下定备下万金作为聘礼。老公，相公，你那万两黄金，一片真心，我可就接着啦。好险，差点就错过这破天富贵。他叫我相公。Money。Honey， 以后我们就是天下第一，最好了呀！他这是答应我的求娶了，他果然也喜欢我。爹，我已经打听透了，书院报名容易，可要拿到每年童生考试的推荐名额特别难。我给柳院长塞了不少银子，他才松口把这最后一个推荐名额留给你。一会儿你可别露怯。不就是考个试吗？有那么复杂吗？我以前在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是说我知道了。师傅有所不知，书院的推荐名额直接关联到童生考中率，非天赋出众的才子学生是不会轻易冒险推荐的。青姑娘能争取到名额，已是不易。朱姑娘，朱姑娘，此次前来，想必也是为了敲定你父亲这次考试的名额的吧？正是啊，先前跟柳院长说好了，这最后一个推荐名额留给我爹周怀山。您看，一个山野村夫，大字都不识几个，还想和我来争考试名额，痴心妄想！笑话，先前刘院长都跟我说好了，这推荐名额留给我爹，怎么转眼成你的了？难不成这推荐名额是你家的？你想给谁就给谁？你无知妇孺，不和你般见识。这样好了，既然二位都有意这考试名额，不如这样，二位来个比试，说是谁赢了，这考试名额就给谁，如何呀？比就比。要不还是算了吧，万一输了，拿不到名额是小，丢人就大了。你一纨绔，你还怕丢人啊？给我上去！哎呀，哎，怎么还踹我？加油！还真敢上来呀！我还以为你要躲在你闺女身后做缩头乌龟呢。一个庄稼汉，还学着别人考童生，自不量力。我劝你啊，趁早认输，把名额给我吧。给你也不中用啊！
考了5年都没考上徒生，还好意思说我？哎，你个乡巴佬，还敢跟我作对？今天小爷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才高八斗。嘿，比赛开始，第1轮比试，默写《弟子规》，以一炷香为限，谁写的又长又好，谁便胜。这《弟子规》我最近可没少背，简单。嘿嘿。我爹成日偷懒，不知道能不能默写出来。放心，师傅基本功扎实，背得出来。你说他们谁会赢啊？行，一看就是你说还《弟子规》呢，你们不懂啊？时间到，将2位的墨纸呈上来。哎呦，写了不少啊！看不清啊。哎呦，肯定是公子写的。字还师傅的字真是越来越好了，字迹顺畅，行云流水。反观这个赵大成，字如鬼爬，连孩童都不如。不会。哟，什么才高八斗啊，连《弟子规》都默不出来，就你这水平，还想考童生，丢人现眼。就是，哎呦，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，结果连《弟子规》都背不全，还跟我抢名额。哎，这只是第1场比试，算你幸运，后面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你给我等着！第1轮比赛，周怀山胜。接下来，第2轮比试，2位可制定比赛内容，作诗绘画皆可。作诗绘画有什么意思呀？挑笔就笔实在的，编蛐蛐笼子。啊，编笼子？哎，也别说我欺负你，你一个庄稼汉，编笼子总该会吧？一炷香的时间，谁编得多，谁就赢。你可别后悔。哎，真比啊！这人是真有病，怎么又比人好好的比学问，突然变成编蛐蛐的环子？赵大成听说家境颇好，但不爱读书，平日里就喜欢逗蛐蛐。素日最为得意的便是编蛐蛐笼子。师傅可以吗？原来是个纨绔。放心好啦，比纨绔的本事，我爹称第2，没人敢称第1。啊！时间到，等着输吧你！赵大成总共编了35个笼子。周怀山，你不会是一个都没编出来吧？你要是实在不会，我教你啊！谁说我编不出来？去！哇，这么多啊！这么能编？你真厉害啊！看着这个村里的猛汉，这还能编上笼子呢。哎呀，真是多才多艺。朱怀山所编笼子也是35，和你一样多。怎么可能？比编笼速度，整个清河县都没人比得过我。他怎么可能和我一样多？他怎么可能和我一样多？你若不信，可以自己过来数一数。既然2位编笼子的数量是一样，那么就看谁编得更精致、更别致，以此定胜负。啊，对，先生，你看我这笼子编的，每个头条都整整齐齐的，整个清河县，谁能比得过我？哎呀，这笼子真漂亮，确实厉害。周怀山这手艺确实厉害啊！编的笼子不仅扎实，而且多了巧思，更显别致。周怀山获胜！哎呦，这怀山又赢了！果然是太牛了！
你怎么做到的？孩子怎么做到的？是用我这充满智慧的头脑和这双灵巧的双手。耶！这人居然比我还不要脸，编个龙仔吹的这么离谱，我呸！你投机取巧，敢不敢再比一场？来呀！我这不仅赢不了你。3局2胜，我爹已经赢了2局了，还比什么呀？没错，周怀山连胜2轮，最终获胜。敌人今年手中的童生参考名额就由周怀山获得。周大哥，这笼子真好，这笼子卖不卖？是啊，是啊，我也想买一个。 20两一个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我要一个，别急，都别急，拿一个，给我留一个。你给大家分笼子，来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给我拿来，别挤啊！银子放下来。看见没？啊，拼爹的时代到了，往后你不用操心，爹养你。爹，你也太厉害了！谁能想到编个曲水笼子能挣这么多银子？青姑娘，这里人多眼杂，这700两银子不是小数，还是找个地方存起来吧，免得招来麻烦。说得对，先去把银子存起来。起开！死丫头，我问你，我侄儿王强去哪儿了？王婶，说话注意分寸。青姑娘并没有见过王强，你不分青红皂白的质问，未免太过无礼。王强出事了，难不成真有人替天行道，为人民服务了？小贱人，你别给我装糊涂！前几天有人看到你跟他一块儿进的破庙，他不就是退了你的婚吗？已经起了杀心，想害死他。今儿你要是不把他交出来，我跟你没完！你侄儿不见了，我关你屁事！你们害了王强，我们现在就去报官。不过，要是你们愿意主动赔偿银子，这事儿就此结过；不然，你们父女俩就等着下大狱吧。好啊，原来是打姑奶奶银子的主意，做你们的春秋大梦。报官，好啊，那就让县太爷评评理，看看是谁无凭无据的诬赖人。哎，今儿你要是不把这银子放出来，你哪儿都不准去。你们若是想报官，我们奉陪到底；但若是撒泼讹钱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少在这耍无赖！我闺女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没有干过的事儿，你就是喊破嗓子也没用。想讹钱，门儿都没有。周怀山，别给脸不要脸！前2天有人亲眼看见他跟王强进了破庙，这就是证据。今天，要么赔钱，要么跟我去见官，我倒要看看还能嘴硬到什么时候。证据？别人随口一句话，那也配叫证据？既然你们不相信，那就去县衙。沈丽，你去叫辆马车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诸位稍等，这位是县衙的差役大人，他有要事要跟王强的家人说。你们就是王强的家人。王强因屡屡作恶，已经被县衙罚去10里铺做苦力修路去了，没个3、5年，应该不会回来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前2天还有人看见他跟王强进了破庙的。怎么？你们这是在质疑县老爷？不敢。现在知道你侄儿去哪了？不是我害的他，是他自己犯错被抓了。刚刚还说要去报官呢，还去吗？小贱人！打我！他又打我！再敢口出污秽，就不止打你一巴掌那么简单了。爹，沈丽，我们走。又打我了！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那可都是银子呀！以后远哥考科举、娶媳妇都用得上。远哥刚传回来一封信，说他前2天救了镇国公府落水的3小姐，3小姐想招他入赘，还想在京都给他谋个职位。等远哥发达了，别说他2房这一家，就算是整个清河县，也是咱们说了算。真的？哼，就是说，咱家远哥要跟国公府结亲了。哎呀，那等远哥发了，我们再
找二房算账。钟叔，去备好1两黄金，还有一些珍贵的物品，按聘礼的规格备好。可是广平伯府那边，更何况青姑娘也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呢。广平伯府那边不用管，我和青姑娘心意相通，想必她对我也是有好感的。身份一事，我会找机会跟她说清楚。退下吧。是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哎呦，什么热情啊！什么时候考出来？哎，我肯定能考过去。不知道我儿子能不能考上啊？别担心，师傅之前默写对答都很稳，一定能考中的。不清楚。哎，放榜了！哎，放榜了！放榜了！哎，快去看！别打他！走。你没事吧？仔细一看，沈离这小子长得还挺耐看的，现在可不是犯花痴的时候。这怎么还不把这红绳剪了呀？哎呀，就是。爹，你干嘛呢？哎呀，闺女，你这就不懂了。这亲吻红榜能沾上文曲星的福气，这叫稳过。我呸！就你还稳过？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德行啊！一个庄稼汉，识了几个字就敢来考童生，简直有辱圣贤书！哎呦，这不是菜高八斗吗？寿家败家！你，孙兄，你看他口出狂言，简直太过分了！一把年纪了，连基本的礼仪都没学会，还敢来参加童生考试？你是哪个学院的？你又是谁啊？我爹考试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位可是云山书院最拔尖的学子孙锦，这次童生考试的暗手非他莫属。你一个小村妇，就别在这边献丑了，赶紧滚吧！哎，你个小巴崽子！爹，冷静，县衙门口斗殴会被取消成绩的，咱们等着看吧，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周海山呐，你挺嚣张的，你辱骂了我和孙兄，今天你必须道歉，否则甭想走出这县衙半步。就是道歉，一路下地的乡野村夫，还想抢孙公子暗手的名头，点皮啊！比城墙就是。我爹什么时候辱骂你们了？还有，你们凭什么说暗手就是他？说不定还是我爹呢。你爹能考上暗手啊，简直笑掉大牙了！你爹如果能考上暗手，我就倒立吃屎。科举考试讲究的是真才实学，我苦读多年都不敢说稳拿暗手，以令尊的模样读书，满打满算应该没几年吧。就是少在这大放厥词了。这红榜最上方的位置是要写上暗手的名字，不然周怀山的口水沾在了上面，这不是玷污了孙锦的大名？道歉，必须道歉！道歉！必须道歉！够！爹，县衙门口是讲理讲法的地方，你们聚众来人动手推搡，是想抗官，还是想闹事啊？我们可没有闹事啊！周怀山没有真凭实学，就敢觊觎暗手的位置，让他道歉怎么了？没闹事，如今红榜未揭，谁是暗手尚未可知。可你仅凭猜测就让人道歉，这叫没闹事。再说，就算论理，也轮不到你们。厮守规矩。你别冲动，不动手了，怕了就让周怀山跪地道歉，否则我就给你耗这儿了。周怀山，谁是周怀山？县令大人有话要说。我是周怀山。周怀山，你不会考试作弊被县令大人发现了吧？我早就说，他那点本事，肯定考不上。周怀山先生，恭喜您，此次童生考试您拔得头筹，是本家暗手。县令大人特意让小的给您传话，请您回去好好准备下一场乡试，不要辜负了您这份才华。什么？他是暗手？不可能啊！爹，你竟然真的中了暗手啊！临考前特意按县令偏爱务实策论的喜好，给师傅做了10套针对性练习。拔得头筹本就并非难事。不可能啊！他怎么可能会是暗手？暗手应该是孙锦啊！他这个庄稼汉怎么可能会是暗手？
不可能，周怀山是暗手，那我是什么？我才是暗手才对啊！两位是在怀疑县令大人的判断吗？周怀山罚得头筹，实至名归。若是两位再敢胡言乱语，可别怪小的不客气了。赵大成，你刚才当众立下赌约，说我爹若是暗手，你当众倒立吃屎。现在事实摆在眼前，你是要兑现赌约呢，还是要抵赖呀？我刚才只是随口胡说的，谁知道周怀山走了什么狗屎运啊？投机取巧，得了一个暗手，这个赌约不作数。对，他肯定是作弊了，说不定买通了考官，要不然凭他拿什么赢我？我要去县衙告状，要让县衙大人重新判决。饭可以乱说，话不能乱讲。你说我爹作弊，你有证据吗？要么你就拿出证据，要么你就别在这造谣。自己考不过就说别人作弊，又当又立。两位若是再敢污蔑周怀山先生，或者执意质疑县令大人的判断，小的现在就以冲撞官府、造谣诽谤的罪名将两位带回县衙，到时候可就不是道歉就能解决的事了。今天看在衙役大哥的面上，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不过赵大成，你是当众立下的赌约，这吃屎可以免，但你得给我爹道歉。还有你污蔑我爹作弊，也得赔罪。道歉，或是跟衙役走一趟，选一个吧。道歉。道歉啊，对不起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不应该质疑你，就放过我。周先生，我不该诬陷你作弊，是我输不起，我错了。滚吧，别在这碍眼。滚！你看看，这俩人。爹，我就说你一定能行。接下来你要好好准备，乡试、会试、殿试。什么？周怀山考中了童生暗手？这怎么可能？就连我都足足考了3年才过，他一个废物哪来的学识？哎呀，这周怀山走了狗屎运，通过了乡试和会试，真到了那不是会影响元哥的前程？元哥好不容易托镇国公府的关系，才谋到精卫营的职，绝不能让周怀山这个废物给毁了，更不能让他骑在我头上。得想个法子，让这父女俩彻底消失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师傅，我说我想娶青姑娘为妻，还请师傅应允。呀！你痴心妄想！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你长得丑还想得美！师傅，我对青姑娘是真心的，绝非一时兴起。更何况青姑娘对我也并非毫无情意。哎，你住嘴吧你！我就说啊，当初死活要拜我为师，又是送钱，又是送笔墨。哦，原来你是想占我女儿便宜！我告诉你，你休想！师傅，你要怎样才能答应？除非我考中进士。我现在童生刚中暗手，离进士还差10万8千里。你要是愿意等，你就慢慢等吧。既然如此，呀！要是真考上进士，成了朝廷命官，我第一个先收拾你小子。师傅您看，距离乡试仅剩4天了，我们更应该抓紧时间复习。这是近5年乡试的真题，每道题目的后面都标注着考官常考的知识点，您尽快熟悉，争取早日通过乡试。沈烈，你这是蓄意报复！师傅说笑了，我只是想让师傅尽快达成目标，还好让师傅早日考虑我和青姑娘的婚事。吵什么呢？吵什么呢？闺女，你起来！哎呀，闺女啊！哎呦，闺女，来，我跟你说，哎，你走开，快出去！走远点！闺女啊，你可长点心吧！沈丽这小子对你可没安好心，刚才跟我说他就是想娶你，我就说，自从这小子住进咱家，就一直盯着你。我早就知道了，他早就说喜欢我，要娶我啊！你早知道了，这小子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表面上拜我为师，实际是想拐走我闺女啊！他刚才说要提亲，我可是明确说了，绝不答应。爹，
你傻呀？干嘛不答应啊？人沈丽可是说了，要给我10000两黄金做聘礼，那可是货真价实的财神爷，别人求都求不来呢。就10000两黄金就把你给卖了，这小子可不简单啊！谁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？我管他什么人，过客也是客，该接还得接。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图钱者风生水起，图爱者一无所有。我又不图他的人，有这10000两金子做聘礼，就算到时候出个啥问题，我就拿钱走人呗，我又不吃亏。哎呀，闺女啊，爹觉得有时候咱也不能太爱钱。不钱，我对别人的钱就是要很强的占有欲。钱财这个东西吧，它强求不得，命里有的跑不了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我强求，我硬求，我乱求，我天天求，我到处求，我求不到我就到了，求到了我就忘本。哎呀，完了！这闺女怎么满脑子都是钱呢？闺女，我昨天刚背了3篇策论，你又给我整这么多，我脑袋瓜子装不下呀！爹，这书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买的，回去可得好好读，不然我这钱就白花了。你花点钱给我买点吃的不好吗？这你看这，你这脑子……哎呀，我这……站住！你想干嘛呀？光天化日之下拦路，不怕官府抓你们啊？我们是来要你父女2人命的，今天你们一个也逃不掉。爹，我来拖住他们，你快去报官，快走，别回头！不行，我不能丢下你一个人，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也不能让他们伤到你。不要跟他废话，先杀周怀山，再杀这个死丫头，给我上！别管！找死！那就先杀你这个小畜生！你完了，我只要死在这儿了吧？你还没考上科举，沈丽还没给我10000两聘礼。闺女，敢动我的人，活腻了！沈丽，沈丽，你敢多管闲事？你们2个给我上！太后。他身手如此凌厉，绝非只是一个普通的书局老板，感觉很熟悉。兄弟，小心！徒儿，幸亏你来得及时，要不然我和闺女今天就栽在这儿了。你到底是谁？说，是谁派你来杀青姑娘和师傅的？说。周华海，周青，我可是你的大伯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家远哥现在在精卫营中任差，你要是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他绝对饶不了你们。闺女，怎么办？他有后台。爹，你去把地上的纸笔捡起来，写份认罪书，让他签字画押。有了这证据，就算他有后台，也休想抵赖。好，好了，签。我不签，我不画押。你们这是伪造证据，是犯法的。犯法？你蓄意杀人就不犯法了？不签是吧？那就把他手指剁了。我记得大伯今年还想继续参加乡试吧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朝廷有规定，残疾之人不可参加科举。沈丽，动手！我签还不行吗？闺女，你看，既然这认罪书签了，咱们来聊聊赔偿吧。周青，
你还要不要脸？我都签字画押了，你还想讹诈我？你真当我周淮还好欺负不成？少废话！爹，搜身。好，这事儿我收。上面。藏什么了？闺女，这有1000两银票。这钱你们不能拿，这钱是远哥寄给我，是我今年备考乡试贴补家用的。远哥，周远，看来他在经纬营是真发达了，出手就是1000两银子。周淮海，你心胸狭隘，丧心病狂，你以为杀了我们就能如愿以偿了？告诉你，就算没有我爹，你也难成气候。青姑娘说的不错，就是你呀！要是能好好读书备考，指不定还能有点出息，偏偏要走歪路。这认罪书我就收着了，日后你要是再敢对我们父女俩出手，或对旁人说半句坏话，我就把这交给县令大人。到时候你不仅科举无望，还得蹲大狱，你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。知道了，最好如此。你走吧。爹，你把东西收拾收拾，我们回家。好。沈丽，你会武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就是数据老板。你好像不只是个数据老板吧？站住！你是那天在坟地拿剑威胁我的狗男人。那晚在坟场的确实是我，但我不是故意要威胁你的。还有那枚令牌，你早就知道是我拿的，是不是？什么拜师，什么求亲，都是为了拿回令牌的借口。我是想拿回那块令牌，但我是真心喜欢你，我对你的心是真的，我想娶你也是真的。男人的话要是信得过，母猪都会上树了。爹，我们回家。哎，闺女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好你个沈丽，看着老实，一肚子花花肠子，敢骗我闺女，你完了！闺女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郑国公那边还在盯着我，身份暴露，只会给他和师傅带来危险。等我解决郑国公的事，一定跟他坦白。哎呀，消消气，消消气！气死老娘了！还以为是靠谱的财神爷，没成想从头到尾都是算计。来来来，喝口茶顺顺火。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他心里不知道想的什么算盘呢，你偏不信。现在知道了吧？我的万两金子就这么没了，可恶！啊！哎，等等，你气的不是他骗你，而是拿不到那万两黄金。哎呀！哎，等等，你气的不是他骗你，而是拿不到万两黄金。那当然了，我又不图他的人，当然图他的钱啊！沈令那小子还真是媚眼抛给瞎子看了，这是个没开窍的。如今周远谋了精卫营的差事，又有郑国公府做靠山，往后指不定怎么找咱们麻烦呢。这次乡试你可得加把劲儿。精卫营又不是什么好差事，你要是荣阳侯，那精卫营你肯定不放在眼里。如今你就是个庄稼汉，只有拿到功名，手握权力，才能好好保护自己。我知道了。大人，周望招了，他一口咬定，贩卖军需、私通联军的事，全是荣阳侯府暗中指使的。这不可能，荣阳侯府没那个胆子，更何况老侯爷早死了10年了。是啊，说来也奇怪了哈，当年荣阳侯竟然因为抓个蛐蛐就摔死了。继续对周王严刑逼供，我就不信撬不开他的嘴。是。另外，郑国公府那边私事查到您与周家妇女过踪甚密，竟想借周远对周淮山动手，看这架势，
是想拿周家来试探咱们的底线，要不要将周远抓起来拷问呢？不用，周远只不过是郑国公府安插在精卫营的一颗闲棋而已，他连郑国公府倒卖军需的事情都接触不到，抓他反而是打草惊蛇。可若是郑国公府借周家的名头动手，青姑娘那刚直的性子若是卷入了，那肯定会吃亏的。放心，我已派人暗中跟着他们。师傅乃同生暗守，若是出了意外，肯定会引起朝廷注意。郑国公府就算再过胆大，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明目张胆的动手。对了，大人，您上次让我准备的聘礼什么时候送到青姑娘那边啊？在等等啊！他现在对我有些误会，心思全在帮师傅备考上，一切等考完乡试再说。若是师傅能高中，到时候再提此事。是。孙公子，你也是读书人，难道甘心让周怀山那个庄稼汉压你一头？那废物就是个草包，同生暗手，指定是抄来的。可乡试考场管得严，怎么样才能让他栽跟头？乡试最重品行端正，只要能把作弊的帽子死死地扣在他头上，让他百口莫辩，到时候不仅能取消他科举的资格，还能治他期满考官舞弊科举的罪名。好，就这么办。我早就看到周怀山不顺眼了，这次我要让他彻底翻表身。爹，别紧张，沉住气。我给你准备了秘密武器。什么玩意儿？嘿，不愧是我闺女，我也给自己准备了。嘿嘿嘿，哎，啊？嘿嘿，考的全会，蒙的全对。蒙？什么叫蒙啊？你能不能给我支棱起来？我去考场了，回去啊！别担心，师傅这次准备的这么充分，一定会高中的。左眼皮跳了一个上午，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。放心吧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能护得住你和师傅。不是大哥，你霸总上身啊？什么身份，底气这么硬？其实我是……哎，走路看着点啊！你看着点啊！对不住，人太多没站稳。周兄，快检查吧，别耽误了入场。怎么？好你个胆大包天的考生，竟然带着小抄来参加乡试，当我都是摆设吗？这我就说他不对劲儿。刚才排队的时候，竟然做这种，我就看他偷偷的摸衣服，没想到藏的是这个。上次的暗手肯定是抄的，这次还敢在乡试耍花样，真是太嚣张了！这不是我的，我根本没带花样，真是。哦，是他刚刚撞我的时候塞进来的，这是栽赃。周兄，你别血口残忍，我就是不小心撞了你一下，怎么可能塞小抄呢？就是你，人赃并获，还想狡辩？跟我们去见主考官，按律师罪。我爹不可能作弊，我爹不可能作弊，定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。我爹不可能作弊，定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。不错，凡是讲证据，不能仅凭一张小抄便定人罪名。证据，人赃并获，他就是证据。官爷，不瞒您说，我这二弟呀，就是太想考中功名了，没想到竟然糊涂到用作弊这种手段啊！就是，华海兄说的对，我和周兄无冤无仇，怎么可能栽赃？倒是周兄，也许早就想着乡试作弊了。你们两个丧心病狂的东西，就是串通好来害我的。周怀海，你就是激怒我，
口中暗手，才连套孙锦来害我了。官爷，您看，他这都急得糊涂了，还请官爷您赶紧带他去见主考官，免得在这儿耽误其他考生入场啊！等等，仅凭一张来历不明的小抄便抓人，未免也太过草率了。苛刻，乃国之大事，若是错判了清白之人，恐损考场声誉。谁说这小抄是我爹的了？看这上面的墨字，你们看，这墨字颜色泛蓝，且发着微光，这是云山书院的清代墨。而我爹用的是县城书局的松烟墨，颜色发黑，且带有松烟味儿。不信你看我爹的砚台，你们看。真的是啊，真松烟墨尘，清代墨发飘，这小抄没准真不是周怀山的。不会真是栽赃吧？哎，刚才孙锦还冲了周怀山一下呢。是啊，对。孙锦，你是云山书院的弟子，这小抄用的是云山书院的墨，可偏偏是在你撞过我爹之后被搜出来的。不是你诬陷我爹，还能是谁？人呐！云山书院那么多弟子，你凭什么说这小抄是我的？凭自己。上次童生考试，我爹的考卷全县都传遍了，谁不知道这小抄上面的字与我爹的没有半分相似？要是大家不信，就请云山书院的先生来验，看这是不是你孙锦的字迹？不是我的，这不是我的。孙锦这个蠢货，连陷害人都能被人抓到把柄。哎，周青，你是急糊涂了吧？写字巷的人多了去了，不能凭这点就定孙公子的罪吧？再说了，怀山他……我的好大伯，你怕不是忘了，你的认罪书还在我这儿呢。你这么急着帮孙锦争辩，你是怕他把你供出来，还是你们俩是串通好的？你胡说八道！他俩还能清代墨是云山书院特供，其他学子根本买不到。再加上这字迹比对，这小抄是谁的，一目了然。这还真是孙锦栽赃啊！太卑鄙了！世人之面不知心啊！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还好没让他得逞，不然这周怀山可就冤死了。是啊，来人，拿走！这个作弊，跟我去见主考官。这竟敢在府试考场栽赃陷害，重赏按律处置。不是我，是周怀海，是他让我栽赃周怀山。想跑？你才是主谋！我不是，他胡说，我没有啊！你一起带走，交给主考官大人当按律处置。交给主考官大人当按律处置。先扛！破坏科举，栽赃陷害，活该受罚。全天下大白了。闺女，沈丽，还好有你们。爹，你放心，有我们在，没人能冤枉你。快去考试吧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师傅，你放心，好好考，我们在这等你。等我好消息。考的全会，蒙的全对。加油！加油！刚才谢了。帮你和师傅本就是我应该做的。死装男，都跟你摊牌到这份上了，还搁这应该的，本就是。沈丽，你就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？青儿，这大庭广众之下不太好吧？要不然我们回家再……不就坦白个身份吗？还非得挑地方，穷讲究！不行，就现在！他是这一刻也忍不了，非要在这跟我亲近。万一他想要亲我，我是躲还是不躲？完了，这心跳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被他亲成帕金森了？沈离，你竟敢！剩下的回家再亲。沈离疯了！光天化日你耍流氓，你当我是好欺负的？我可不是贪财的人，别以为这样我就原谅你。以咱们俩的关系，亲个嘴算什么呀？大人，哎，
那青姑娘要是真生气了，你哄哄她不就是了？怎么哄？只要你把那金子在她眼前一晃，保证她立马就原谅你了。再不行的话，只能委屈一下您了。色诱也可以呀。谁会跟财神爷生气？2锭金子换一个意外之吻，这买卖血赚。没想到结的吻这么值钱。青儿，你现在还生气吗？刚才一个吻2锭金，这次主动亲你，怎么也得再加一点吧？快逃快逃，别磨磨蹭蹭的。青儿，不是说回家再亲吗？他主动亲我，应该是不生气了。钟叔说的没错，青儿果然是很好哄。他这么好，我还对他隐瞒身份，我真不是人。青儿，其实我是京都广平伯府的世子。青儿，其实我是京都广平伯府的世子。我管你是什么？广平伯府的世子？老天爷，你也太不公平了！有些人出生就在骡马，有些人出生就是牛马，这男人的配置不就是妥妥的古代版霸总吗？那你先前说的10000两黄金聘礼还能作数吗？而且你广平伯府会同意你娶一个普通楼女吗？说不定那个伯府夫人一怒之下再甩给我10000两金子，让我离开他的儿子。发了发了！青儿，我的婚事我自己能做主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我都要去。聘礼我也让钟叔按府上最高规格备好了。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凉心痛，算了，想开点，暧昧也是爱，格局也是局，爱他的钱就等于爱他本人。我的心，思密达，你知道的，我从小就缺一个夫君。师父已经答应了，等他高中进士，就会同意我们的婚事。都说权力和金钱才是婚姻的补品，这不劳而获，坐享其成，一步登天的富贵生活，终于轮到我了。爹呀，你闺女终于要嫁入豪门了。哎呀，什么时候结束啊？快出来了，快出来了！哎呀，还有点紧张呢。也不知道我爹考得怎么样了。放心吧，师父虽然贪玩了些，但脑子很聪明。你这么相信我爹啊？周怀山可是放话，他要不得进士，绝不同意我们的婚事。就算是作弊，也要把他弄进去。开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这儿呢，出来了！爹！哎呦，太难了！爹，是考题太难了。你瞧不起谁呢？我周怀山是因为那种试卷太难哭鼻子的人吗？差点把这活爹当成正常学子。那你倒是说什么太难了，把你难哭了？难不成是那考场凳子太硬了？我饿啊！你给我带的那点吃食，我一会儿就吃完了，我后面全靠笔杆硬撑。要不是知府大人路过的时候看到我脸色发白，给了我1碗鸡汤，我根本坚持不到交卷。我真的是种田文女主吗？难不成这活爹才是隐藏主角？青儿，师父又累又饿，咱们先回家吧。回家。哎，你叫谁青儿呢？哎，师父，这里人太多了，回家再说。回家再说。走，都饿死我了。这仔细想想，这财神爷不仅长得帅，身材也爱是克制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发表任何猥琐的言论。所谓脱贫致富，讲究第一个就是脱。脱什么？看看腹肌。哦，看看腹肌。我什么都没说啊。
我之前虽然总在处理朝务，但御医每年都会给我做定期检查。我身体很健康。你若是想看腹肌，哎，够了！你俩当我是空气呢？就算你是什么广平伯府的世子，我也没松口，让你娶我闺女，少在这眉来眼去的。哎呀，我这真瞎，出去，给我出去！爹啊，气死我了！你对人客气点，好歹也是世子。哎，死丫头，你还没嫁出去呢，胳膊肘就往外拐。这次不一样，这是我们脱贫致富的好机会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更何况，我是真看上他了。你是看上他吗？你分明就是看上他万两黄金，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。腰缠万贯就是男人最好的嫁妆。我看上他的钱，跟看上他的人一回事。哎，你这么说，难不成是想让我把他骗醉，然后你好方便下手？爹，你这脑子里什么想法呀？我在你眼里就是这种人啊。确实是这样。我就说嘛，那你也不是能把人灌醉的料啊。你坐，闺女儿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真喜欢他呢，你就先相处看看。婚姻这事儿啊，各种酸甜苦辣都得你自己去尝。倘若爹还是那荣阳侯府的侯爷，自然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爹，你真好。所以你更得努力考科举啊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等你当了官，那就没人能欺负咱了。说的我好像点头答应做人上人，这人间疾苦就放过我。啊？你去哪儿？我看书，我要日夜苦读，才能让你顺顺利利早日嫁给那头猪。哎呀，就要放榜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中。走向辉煌。爹，干嘛呢？你在干什么啊？这叫仪式感。你看这走向辉煌，寓意我必定高中。师傅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我在家就准备好了。你们俩学着点，大事就得有派头。哎，放榜了！放榜了！哎呀，快放榜了！快去看看，走。哟，中了！哎，中了！在哪？你看第21名，你看看。又没中啊！不好了，周文的孔宫被泄露了，现在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，逼着圣上处置荣阳侯府满门。圣上已经发了急诏，催你马上回宫议事。知道了。爹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爹，谁说我爹不能考上进去，我爹就上榜！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考个全会！青儿，师傅，京城有点急事，我必须立刻回去。你们先回去收拾行李，过几日我派人来接你们进京。你要回京？什么事儿这么急啊？事关荣阳侯府的，牵扯过多，一时半会儿难以说起。不过青儿，你记住，倘若那个周远不知好歹招惹你，你尽管放手去干，无需顾及后果。就算你把京城翻个底朝天，我也一样能护你周全。镇国公府是不是又在搞怪？您此去会不会有危险？师傅，你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你们安心等我消息。进京后，一切有我。等等，你忘了这个。青儿，等我，等我回来娶你。还看呢？人都走了，还不赶紧回去收拾东西，准备去京城？爹，大伯被人从牢里捞出来了，
爹，大伯被人从牢里捞出来了。哎呦，周远有这个本事，还能把牢里人捞出来？怕是什么权势更大的。现在沈离不在这儿，我们怕不安全。爹，现在就回家收拾东西，我们即刻进京。淮海啊，你这次能出来，全靠咱儿子京城的关系。他说接我们去京城，他要成亲了。总算是要成亲了。可惜上次远哥寄过来的1000两银票，让周青那个小丫头给抢了。等我们到了京城，一定要让远哥好好教训教训他们父女俩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赶紧动身去京城啊！我倒要看看，进了京城，他们俩还怎么跟咱们斗。好，咱们上京城。上京城，走。丽儿，荣阳侯府贪污军需一事，你怎么看？陛下，臣以为绝无可能。自从老荣阳侯意外身亡后，现任荣阳侯世子周景言把老侯爷的纨绔本性学了个10成10。他既没胆子插手军区转运，也没智商做贪污军粮这种需要精密谋划的事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朕觉得此事蹊跷。荣阳侯府这些年一直安安分分，没理由突然冒这么大的风险。是郑国公府急了，周望被抓后，怕我们顺着周望查到他们的头上，所以才栽赃嫁祸给荣阳侯府。一是转移视线，二是荣阳侯府如今势弱，更容易把他们当替罪羊。你这样将荣阳侯府世子关入大理寺，你也尽快调查清楚此事。至于郑国公府，朕给你先斩后奏的权利。臣遵旨。这就是古代的首都，这也太繁华了。瞧你那没见识的样走，带你去吃点好吃的啊！走。听说了吗？今天郑国公府的3小姐成婚，夫婿啊，竟是个从清河县来的穷小子，叫什么来着？叫周远。我听说了啊，这里边可有猫腻。那3小姐呀，早就珠台暗结，她找周远过来啊，就是来当接盘侠的。你们那算什么？我表舅在宫里当差的，说那3小姐的肚子里啊，是二皇子的种。郑国公本就是二皇子的舅舅，他们俩勾搭在一起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我还真当周远攀上了高枝，能当郑国公府的女婿多风光，原来竟是喜当爹。绿了，走走走，去吃好吃的。你说这是满嘴喷粪，胡说什么呢？一群无知刁民，单个议论我儿周远和郑国公，信不信我让我儿把你们抓进大牢，治你们个诽谤之罪？神经病吧你俩，穿得跟个乞丐似的，还敢冒充贵人亲戚，那不是得了失心疯？去！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竟然是大伯和大伯母啊！看这个样子，不会是从清河县一路乞讨过来的吧？就是啊，你们怎么没让郑国公府的女婿派马车来接你们呀？你们瞎说什么？我们家女儿那是忙着办婚事，来不及接我们。等她成了郑国公府的姑爷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俩！没错，等我儿掌权，第一个先收拾你们这对不知天高地厚的妇女。我看这周远还没掌权，您二老先饿死在京城的街头了。你爹，我们去吃好吃的了。郑怀山，郑怀山，啊，谁叫郑怀山？我，你就是郑怀山和周青。莎莎，带走。啊，你就是郑怀山和周青。莎莎，带走。啊，等等，京城天子脚下，
你们敢擅自抓人，就不怕触犯王法吗？姑娘误会了，在下并非抓人，而是奉国公府之令，邀请二位去参加三小姐和周远周公子的婚礼。几位官爷，我是你们新郎官周远的父亲周淮海，我也去。你们带上我也去参加婚礼啊！对，我们是他爹娘，赶紧备马车把我们接过去。哪来的乞丐，竟敢冒充周公子的爹娘，一身穷酸味儿，别污了国公府的地，赶紧滚！把人带走，快点，别耽误了吉时。我也要去呀！早知道就不来京城了，一进来就被抓去吃鸿门宴，这日子没法过。怕什么？他有后台，我们也有。来之前我已经让人给沈丽送过信了，放心吧。我不走，我走不走，我累死了，我走不走了。进去，轻点。哟，这不是二叔和堂妹吗？没想到你们还真敢来，我还以为你们在清河县待惯了，不敢踏进这镇国公府呢。堂兄倒是气派，穿得像个真女婿似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如今可是镇国公府的女婿，哪像二叔啊？过了乡试又如何？到了个京城，还不是要看我的脸色？看你脸色，我看你倒是挺会往自己脸上贴金的。自己头顶都绿成什么样了，自己没点数吗？哎，这有些人呐，就是蠢，人家躲都躲不及的喜当爹，他倒好，上杆子往上凑，生怕镇国公府的绿帽子没人戴。爹，别这么说，那堂哥多幸运啊，儿孙满堂，全靠兄弟帮忙。那天上掉儿子的事儿，可不是谁都能碰上的。这倒也是。你来人，把这两个污蔑国公府名声的刁民给我好好教训一顿。你看看你，我真说了你又不高兴，怎么？镇国公府想要以势压人吗？少废话，给我杀了他们！出了事我担着。我看谁敢！好徒儿，你总算来了。要是晚来一步，你师父就被害死在这儿了。放心，师傅，今日有我在，任何人都动不了你们。青儿，你没事吧？幸好你来得及时。沈丽，这是我镇国公府家事，我处置这两个闯府滋事的刁民，轮不到你个外人来插手。家事？我广平国府的准世子夫人，何时轮得到你处置？笑话！她周青一介农女，何时能成为你广平国府的准世子夫人？我亲自求陛下赐婚的。怎么，周公子，凑近来瞧瞧？你这个仗势欺人！一个男人的成熟之处，在于他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这沈丽真是越看越觉得合我心意。放肆！老夫的镇国公府何时竟成了暗影卫随意闯的地方？爹，什么是暗影卫啊？就是类似于前朝的锦衣卫，皇帝的狗腿子，俗称鹰爪，专门监察文武百官的动向，尽干些杀人的缺德事。闺女，要不这亲事就算了，这家伙肯定得罪不少人。锦衣卫、飞鱼服、任嘉伦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帅有命重要吗？别管，我就喜欢这种反差感强的。那我嫁给他之后，是不是可以在京中横着走了？理论上是。沈世子，你带着人私闯国公府，这是何意啊？镇国公说笑了，我带着暗影卫前来，并非私闯，一是来接我未来的世子夫人，二是捉拿罪犯，嫌犯周远买凶杀人，意图谋害广平侯府未来的世子夫人。证据确凿，
跟我回去接受调查吧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什么时候伤人了？你有证据吗？空口白牙就想污蔑我，我看你是想找镇国公府的麻烦。证据？这是你爹周华海亲自画押的认罪书，上面明明白白记录了你如何用钱买通凶手，在清河县就想对我们父女俩痛下死手的事儿。国公爷，救我！这是他们伪造的，你可别信他们的话呀！没用的东西！爹，你可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，不然的话，咱们镇国公府的脸都丢尽了。沈世子周远乃是我镇国公府的女婿，真有过错，也是由老夫亲自处置，还轮不到你们暗影卫越权插手。今日你若执意要带走他，便是不给老夫面子，更是不给我镇国公府面子。哦，我今日若是不给这个面子，又如何？暗影卫抓人，谁敢阻拦？杀无赦！数子而敢，你就不怕老夫参你一本，让陛下治你一个以下犯上之罪？治罪？郑国公还是先担心自己吧。倒卖军需粮食，中饱私囊，暗中勾结边军，你莫不是以为我没有证据？沈世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老夫乃朝廷册封的镇国公，世代忠良，岂会做倒卖军需这种谋逆之事？你需要在这里血口喷人，坏了我谢家的名声。真希望陛下看到这些证据的时候，国公爷的嘴还能这么硬。把周元带走！国公爷，救我！婉儿，救我！别喊了，丢死人了！哦，对了，听闻今日是三姑娘大喜之日，如今夫婿被抓，怕是扫了三姑娘的兴。为了弥补此事，本世子特意准备了一份贺礼。来人，呈上。这顶金冠，本世子特地选了带绿的样式，献给三姑娘作为贺礼，也祝三姑娘腹中的孩子早日找到下一个爹，省得这绿帽子没人继承。杀人诛心啊！沈烈，你欺人太甚！把他押走。晴儿，我们走。爹，你就这么让他们走了？沈厉这小子难道真的拿到了什么证据不成？看来得尽快进宫，联合二皇子给陛下施压，把荣阳侯府一家的罪名坐实，尽快问斩，将所有的事情彻底盖棺定论。我的儿啊，天哥！儿啊！天哥，你怎么了？天哥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镇国公府的女婿吗？今日不是你大婚吗？谁敢这样对你啊？什么女婿？你儿子马上就要成为阶下囚了！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儿子可是要迎娶镇国公府三小姐的人，岂能成为阶下囚？你肯定是嫉妒我儿子飞黄腾达，故意咒他。就是，我儿子有国公府撑腰，你们谁都不能欺负我儿子！放开我儿子！娘，快救我！是他们陷害我！你跪下求求婉儿，求他救救我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周元买凶杀人，你们两个也脱不了干系，把他们一并带走。儿啊！你们不能杀我！晴儿，师傅，我在翰林院买下了一处房产，方便你们居住。我现在带你们过去。买房子。闺女，闺女，
出大事了。爹，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？哪有事情比你的科举更重要吗？哎呀，不是科举的事，我终于想起谢崇山那个老狐狸，我在哪儿见过了？10年前，他还是镇国公府的一个庶子，我在宫中的赏花宴上见过他。爹，你的意思是，你穿越到了10年后？没错，也就是说，荣阳侯府还在，我又是侯爷了，嘿嘿，再也不用考那个破科举了。爹，这事儿还没确定，科举一事不可放弃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的事儿，以后啊，你就是荣阳侯府的掌上明珠，要什么有什么。爹跟你说，你赶紧跟沈丽的小子掰，爹再给你介绍几个贵公子。爹，青儿，你在吗？青儿，爹，你先躲起来。荣阳侯府的事尚未可知，此事不宜轻举妄动。我找沈丽打听一下。都听你的。青儿，我躲屏风后面啊。穿越一时，你可别露馅儿。青儿。啊，我还没休息，你进来吧。沈丽，我有问题要问你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关于暗影卫，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。陛下命我秘密调查郑国公贩卖军需一案，此事凶险，我怕连累到你和师傅，所以才没告诉你的。我不是要问这个，你是想我问当初摆事是不是为了方便在剑河县查案子？我没有问。我不是为了案子，我是为了你。查案子是陛下的命令，但靠近你是我的心意。不是大哥，你这恋爱脑是开了全自动模式吗？我想问的是荣阳侯府。青儿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绝不瞒你。所以，能不能不要和我退婚？我没有说要退婚啊！你虽然嘴上没说，但是心里肯定想了。婚约是陛下亲赐，若是毁约的话，那便是违抗圣命。届时我也救不了你。你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啊？你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啊？青儿，这位可是货真价实的财神爷，高富帅新老公，得供着，供着。先过来，你先坐着，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京城是不是有个荣阳侯府？青儿，怎么突然提起荣阳侯府？你别废话，你先回答我。确实有个荣阳侯府，不过什么？不过，荣阳侯府已经被定罪，郑国公谢崇山把贩卖军械的罪名栽赃到他们的头上，还联合了几个朝臣向皇上施压，要求明日将荣阳侯府一行人问斩。什么问斩？那还有什么办法翻案吗？本就是陷害，何来翻案一说？陛下早就想借着军需案肃清朝堂的这种贪官党羽，如今他主动跳出来栽赃荣阳侯府，正好顺了陛下的意。这怎么的？是谁在那？可能是风吹倒了什么东西。夜深了，我要休息了。你快回去吧。快回吧。刚刚那动静明明是人，青儿为什么要隐瞒我？还有他为何如此关心荣阳侯府的事？闺女儿啊，我的荣阳侯府，我的侯爷位置啊，我还没回去就家破人亡了。
爹，你别这样，事情还没到绝境呢，我们想想办法，一定可以救荣阳侯府的。还能有什么办法呀？明日就要问斩了，会试还在1个月后，根本来不及面圣。更何况，我现在身份只是个普通人。想要面圣，还有一个办法，登文蛊，不就是设给天下人击鼓鸣冤的吗？登文蛊，对，谢崇山越是着急要砍人，说明他心里越有鬼。陛下多疑，只要咱们敢敲鼓，他一定会怀疑这事里头有猫腻，定会再缓行刑，彻查此事。对，陛下，臣冤枉的陛下，臣自小就继承了我爹那点出息，只会斗蛐蛐，连账本都看不明白，怎么敢去倒卖军需的？陛下，陛下，臣可作证，周景言他性子单纯，一心只想着斗鸟遛狗，确实无半分精明算计的心思，更无胆子倒卖军需。陛下，我密家什么心性，您最清楚了。陛下，自从10年前我爹被谋害之后，侯府没有了主心骨，哪还有本事去参与军需的事啊？陛下，行了行了，跟你爹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遇事就知道1哭2闹3上吊，侯府的风骨你是半点都没有继承到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史丽啊，那个谢崇山联合朝中半数官员逼宫，执意要问斩荣阳侯府族人，他这么急切，你觉得他是何用意？陛下，臣以为谢崇山如此急切处置荣阳侯府，绝非只是想单纯隐瞒军需案的罪证，还有可能是怕我们已经查到他私通二皇子，意图不轨的实据。陛下，有人敲了登文鼓。启奏陛下，有人敲了登文鼓。陛下，这登文鼓10几年来没有被人敲响过，这是谁这么大胆？传朕旨意，宣敲响登文鼓的人即刻觐见。是。昨日青儿刚询问荣安侯府一事，今日便有人敲登文鼓鸣冤，难道？陛下，敲响登文鼓之人已带到。你跟着我，你别慌啊，我也慌。你先把手是对手，让跪。参见陛下。青儿，师傅，你们在做什么呢？陛下，此人乃是臣之前求您赐婚的未婚妻周青，另一位是臣的师傅，她就是你前些日子再三求朕赐婚的女子。正是，她是臣的未婚妻。有意思呀，你们2人冒着被杖刑的风险敲响登文鼓，是要替谁鸣冤吗？陛下，跪着，手。陛下，臣女与父亲此番前来，是为了荣阳侯府军需案一事鸣冤。此案并非表面那般简单，背后另有隐情，还望陛下能彻查此事，还荣阳侯府一个清白。还真是替我鸣冤。可是你们与荣阳侯府素不相识，为何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来替我？替他们鸣冤呀！抬起头来说话。还身，陛下，爹，你没死啊？景言，我儿子。